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常见病多发病部分的第22节肺炎喘嗽。其实肺炎喘嗽呢，主要指的是小儿的咳嗽啊，指的是小儿的疾病。那么这一节呢，大纲要求我们掌握几个主要症型的主症治法，常用中成药啊，其实也就相当于辨证论治部分。除了辨证论治部分，其他适宜的治疗技术也是需要大家掌握的。概述部分啊，大家了解就可以了。在讲具体的内容之前啊，我们需要带着大家回顾一下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。它有2个特点啊，第一个特点呢，它是生机蓬勃，发育迅速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小孩他非常有生机，长得非常之快啊。我们看100天前的小婴儿啊，他可能几乎是每1个月呢就会长这么3斤，长得非常快啊。你隔那么1个月或者2个月不见他就变化很大了啊，长得非常迅速，发育迅速。第2个特点是他脏腑娇嫩，行气未充，说的是他其实还是很娇弱的。如果没有大人的细心呵护的话，非常容易生病，因为他的脏腑呀行气还没有完全充实啊，行气未充。那么它哪几个脏腑容易发病呢？首先是肺脏啊，肺常不足。既然它肺常不足，所以它常常容易感受风邪，然后患一些肺系疾病。所谓的肺系疾病，我们常见的无非就是咳嗽、喘憋啊、感冒这些疾病。今天我们要讲的肺炎喘嗽啊，其实呢就是属于小儿的肺系疾病。那么除了肺常不足，还有脾常不足啊，脾常不足。小儿自己不知道饮食节制啊，如果我们大人在照顾不周的话，常常会发生脾胃病。这个脾胃病临床中最常见的啊，就是小儿的泄泻啊，小儿的泄泻。我们在后面也会讲到小儿的腹泻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先看一下肺炎喘嗽。那么肺炎喘嗽啊，先看一下它的概念啊。什么是肺炎喘嗽呢？其实就是指小儿咳嗽。小儿咳嗽大家都知道，跟我们大人的咳嗽是一样的啊。有声无痰的，我们称之为咳；那么有痰无声的，我们称之为嗽。有痰有声谓之为咳嗽，一般都合起来称呼。好。小儿的咳嗽它有外感和内伤之分，其实这是跟我们成人是一样的，我们成人它也分外感和内伤。外感最常见的啊，一般就是2种，一个是风寒，一个是风热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大人也是一样的啊，一个风寒，一个是风热。当然大人里面还涉及到燥咳。再看内伤，内伤啊，肺呢它是储痰之气，所以它的内伤往往跟痰有关啊，一般见于痰热啊，一般见于痰热。好。风寒咳嗽、风热咳嗽和痰热闭肺啊，这是我们大纲要求我们掌握的3个症型。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第一个症型，风寒闭肺。那么风寒闭肺呢，它当然要有风寒的特点。风寒有什么特点啊？风寒外感，它会有流鼻涕的表现，对不对啊？因为是外感嘛，尤其是风寒外感啊，是一个表症。它鼻涕呢还是一个清涕啊，因为它是一个寒邪啊。我们讲寒邪呢，我们所有的体液都是一个清晰的啊，鼻涕也是一样的啊，鼻涕也是一个清涕。痰如果有痰的话，痰也是一个颜色白的、质地清晰的啊，这是痰的特点。再者呢，它可能伴有这个恶寒发热啊，恶寒发热、头痛这些表症，感受风寒表症的这个表现。舌淡红，苔薄白，这也是风寒表症的舌苔表现。脉浮紧啊，脉浮紧，脉浮是表症的脉象，对不对啊？那么风寒表症呢，就是浮紧。小儿还有一个观看指纹啊，它的指纹是一个浮红的。我们既然知道它是一个风寒闭肺了，那治疗我们就疏风散寒就可以了。疏风散寒解表啊，宣肺止咳，用通宣理肺丸治疗这种风寒咳嗽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风热闭肺所导致的小儿咳嗽。既然它有热邪在里面，所以呢，它的痰的颜色是一个黄色粘稠的，流的鼻涕也是一个浊涕啊，非常浓稠的浊涕，伴有发热、恶风、头痛这样的表现。再看它的舌苔脉象，舌红苔薄黄啊，这个薄黄对应的风寒闭肺里那个薄白啊，它俩是相对应相反的。脉呢，脉浮硕啊，我们刚才讲风寒闭肺的脉是一个脉浮紧，对不对啊？它是相对的啊，我们可以对比的记脉浮紧。指纹是一个浮子的啊，指纹是浮子的。
治法我们就疏风解表、宣肺止咳就可以了啊。用药可以用小儿的咳喘灵啊，小儿的咳喘灵，或者是清宣止咳颗粒啊，这个也可以，也是治疗风热咳嗽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第3个症型，痰热闭肺啊。那么既有痰的表现，也有热的表现。痰的表现主要表现为什么呢？咳嗽痰多啊，甚至呢喉间痰鸣啊，你离他老远，你就能听见他嗓子里面那个呼噜呼的痰的音特别重啊，喉间痰鸣。再看热的表现啊，热的表现，痰黄粘稠，这是属于热的表现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它同时伴有发热、口渴、小便黄少、大便干结，这也是热邪的表现。舌苔脉象，舌质红是热症的表现，苔黄代表热，那么苔腻呢又代表有痰，脉滑代表有痰，脉硕代表有热啊，所以结合起来就是一个痰热的表现。好，我们治法我们就要清热化痰啊，把它的痰和它的热都去掉啊，宣肺止咳就可以了，可以用清津化痰丸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适宜的治疗技术。那么首先是拔罐法，我们可以选择拔哪里呢？大椎、风门、肺腧啊，一般的肺系的疾病啊，都离不开这几个穴位啊，大椎穴、风门穴和肺腧穴都在我们的后背部，还可以沿着我们背部的督脉、膀胱经行闪罐啊，行闪罐一直到皮肤潮红。闪罐结束之后，你可以接着再留罐啊，这都是可以的啊。注意取穴啊，大椎、风门和肺腧，这是肺系疾病常用的3个穴位。那么刮痧的时候，它这个取经啊，还是老样子，还是背部的膀胱经还有督脉。好，再看刮痧法啊，刚刚说的这个背部的督脉和膀胱经是拔罐法啊，那么刮痧法也是一样的，你也可以刮这两条经脉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刮痧法，它有一个特殊的地方是什么呢？是让你刮前臂的肺经、心经啊。怎么刮？逆刮。什么叫做逆刮？逆刮呀，就是从肘关节开始啊，向腕关节来刮，也就是离心方向的这个刮啊，从肘关节向腕方向这样刮啊。好，出现啊，让皮肤刮到潮红就可以了，或者是呢，如果情况允许的话，也可以刮出这种粟粒样的痧，我们称之为出痧。还可以刮背部的肺腧穴啊，直接我们在这个肺腧穴的这个区啊多刮几下啊，刮20到30次，刮到小孩出痧啊。当然你手法要轻柔啊，因为是针对小孩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相关的习题。这是2018年的一道真题，患儿10个月啊。首先把我们的定位定在小儿的疾病上，高热烦躁。好，有高热啊，你可能会想到这可能是一个热症。气急鼻山，张口抬肩啊，很喘的很厉害。喉中痰鸣，好，喉中痰鸣，声如拽锯啊，这多么明确的告诉你这是有痰呢，对不对啊？有痰。高热又说明这是有热，所以这应该是一个痰热闭肺症啊。再结合它舌红苔黄腻、指纹青紫这些表现呢，都说明它是一个痰热闭肺症。那么他问的是治法。好，既然我们知道它是痰热闭肺了啊，有热又有痰，我们当然要清热化痰，对不对啊？看选项中清热化痰的啊，只有 A 选项，其他的都不对啊。清热解毒啊，心凉开肺啊，清热活血呀，泻肺镇咳都不对啊，只有 A 选项紧扣住这个清热化痰的主题，所以答案为 A。好，这也是2018年的一道真题，清宣止咳颗粒治疗小儿肺炎咳嗽的适宜症是什么啊？它其实考的是一个中成药的适应症，对不对啊？那么这个清宣止咳颗粒，它其实治的是什么？是一个风热闭肺症啊，它是用来解这个风热之表的，所以答案为 D 选项。好，我们再看一道题，肺炎喘嗽痰热闭肺症的临床表现是什么？那当然又有痰的表现，也有热的表现啊。答案应该是我们看看啊，喉中痰鸣说明有痰，对不对啊？我们一下子就把这个关键的东西找出来了。发热烦躁啊，说明有热，所以这道题的答案应该是 C 选项啊。你再排查一下其他选项都是不正确的。A 选项发热无寒同见，这肯定是一个表症啊，不是风寒就是风热，所以 A 不对。B 选项发热无风啊，这也是一个表症的表现啊。D 选项低热盗汗啊，这是一个阴虚的表现，对不对啊？盗汗是阴虚的表现。E 选项面白少滑，
这是一个虚症的表现，它可能是血虚啊。那么动则汗出呢，咳嗽无力，可能是个气虚，它是虚症的表现。所以这道题的答案应该是 C 选项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小儿肺炎咳嗽痰热闭肺症的治法是什么啊？我们讲要清热化痰，对不对啊？那么跟清热化痰靠近的啊，就是 D 选项，清热涤痰，意思是一样的。好，再看一道临床案例题，患儿2岁发热咳嗽3天，好，也是考的小儿的咳嗽啊，也叫肺炎喘嗽。那么症见恶寒发热，说明什么？是表症，对不对啊？无汗鼻流清涕，说明是风寒表症啊。你抓住这个鼻涕是清的啊，说明是风寒表症，风寒咳嗽。好，他问症候是什么啊？那么答案已经有了啊，答案为 A 选项。好，我们再看患儿5岁症见发热烦躁啊，有发热还很烦躁啊，这看起来并不像一个表症。咳嗽喘促，气急鼻山，呼吸困难。好，喉中痰鸣，我们找到了一个关键的东西啊，他说他有痰，对不对啊？面赤口渴啊，说明有热，所以这个症型应该是一个痰热闭肺症。好，痰热闭肺症，痰热闭肺症考试的概率啊，其实要大于风寒咳嗽和风热咳嗽啊，大家要关注一下。好，今天的内容我们就介绍完了，谢谢关注。